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集的白话汽车啊，给大家找来了大家期盼已久的宝来，而且是个 1.8T 顶配版，巨好车况啊，4万多公里，全车原漆。白老师别拍了，下边。怎么了？我这紧赶慢赶，在油漏光之前到了就近的叔叔的修理厂，我们把这拆下来查了一下啊，变速箱油底壳这个胶垫坏了，裂开了。造成的漏油啊！我跟车主联系了一下，他说2年前从采富官方旗舰店买这垫儿，估计是安装的时候拧的力矩太大了，你看它接近这个孔嘛，拧太紧了，给挤裂了。然后车好久不开，这冷天我一开变速箱油温度一上来，一冷一热，这裂口就大了，就漏油了。所以今天宝来咱们就看不成了。我看这修理厂还有什么可看的车啊？不行，咱换车吧，改系吧，下次拍宝来啊，今儿是拍不了了。哎，这奔 C 不错呀，张叔。看看，这我们能拍摄吗？拍呀。203代，这一代奔 C 其实我觉得比204要高级，小 S 的设计。我看看内饰整不整啊？哎，可以啊，这车比我那车都新，座椅都没怎么裂。要不然今天咱改系吧，203代奔 C。来，同志们贴牌子准备一下。咱这宝来拍着拍着变大奔了啊！其实，在我们拍老车节目时，这种车坏掉是经常遇到的。以前没有把这些细节给大家露出来啊，直接就是奔驰。今天就干脆全给大家看了啊！不要担心啊，宝来后面还会有的，马上就修好。咱先说一集203代的奔 C 吧。大家看着这203代奔 C 有一种什么感觉？是不是比咱们后来那204、205高级好多，贵好多？反正对我来说是这么一种感觉。这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我觉得2方面。一方面，当年这车确实高级，确实贵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，20年前吧，03、04年的时候，我在亚市看到有卖这车的，46万多，这230的，更高配的那300的50多万。哎呦，觉得真的是高不可攀啊！当时在想，这辈子我要是人到中年了，能开上这车，也就算成功了啊，就够本了，就这么一种感觉。后来。过了几年，11年的时候，我发现那204的奔 C 优惠完居然20多万了，觉得哇塞，我20多万就能把这事儿办了，当场就买了那204的奔 C 嘛。但是今天咱们回过头来看这车本车啊，确实还是很高级的。就这个物件啊，刨去当年那个情感，这个物件本身也挺高级的。所以咱们仔细来咂摸一下它的设计，看看它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。这车呢，作为一个新千年的奔 C 啊，这是2001年到2007年第3代奔 C W203。就是那一代车都用的是流线型设计，非常的流畅优雅，而且这个车的外形设计基本就是 S， 就跟当时的那个220代的奔驰 S 是一套设计。大家看它的整个前嘴、前保险杠啊，都是跟220一样的。灯呢做了一花生型的，就当时的 E 级是211嘛，4元灯，然后那220是一个更联合到一起大三角灯，这个是一花生，介于那俩之间。也显得更活泼一点啊，更适合女性用户。然后它的侧面呢，也是完全是流线型的，就是一个小220的感觉。但是这车的很多细节，真的今天看起来依然非常的高级。比如这轮毂，5伏大粗轮毂，特有力量感。然后这大刹车卡钳卡在轮毂上啊，大刹车盘也特别大，看着特运动，是吧？然后我们看一些细节，它的车窗上面这个条都是钨钢的啊，204都是黑色塑料的了。包括这个条上面是钨钢的，下面是镀铬的拼色的。然后这车也是那个 Avantgarde 先锋型的，淡蓝色的玻璃配这种钨钢的装饰条，真的特别显好，是吧？比我那204我觉得显高级。然后看它的后部啊，这车的尾灯，整个后盖就是220的 S 直接缩小而来。的确啊，把一个特别高级的车缩小了，做成低档的车。能给人造成这个低档的车也好的感觉，就是今天车企都在套娃，就是这原理。这当年奔驰就套了这个娃了。大家看这车尾，如果我把这 C 挡住，就是 S 级，真的挺显好的，比204显好。咱看这车内饰啊，
首先整体内饰风格是那种新千年奔驰那种流线型的，都圆滚滚的啊，但是整体风格挺运动的。仪表台这儿圆圆的一个大棍子，挡把头是铝的，倍儿凉，铝合金的。然后中央的这个装饰面板和门上全都是拉丝铝的，这是比较早的拉丝铝装饰。当然这是先锋型嘛，肯定这样。它那个优雅型应该是桃木的。中间这主机跟204代基本上一样了，已经啊，6碟 CD， 空调面板。那个时候空调面板还没有屏幕，看都是手拧，这个靠26度点，靠18度点，全都是这种机械式的，挺古朴的，看起来。这车配置也不低啊，后窗遮阳帘啊 ，ESP 加热座椅什么都有。座椅控制是在门上的，这是奔驰的标准的配置。方向盘暴露年龄了啊！一看这方向盘确实是一老车了啊，圆按钮的奔驰就是老车，咱们之前聊过很多次。整个门的材质啊，好软啊，就连上面这部分都巨软无比，这比204软多了啊！用了一个皮革包着海绵的工艺，不是咱们现在常见的搪塑工艺。座椅版型基本上跟204一样，也是 Artico 革的。哎呀，这车车主应该是一大姐，一堆的这个防晒霜浸在上面是吧？啊，然后它这个座椅带一个小护翼，这一看就有点运动风格。其他的前后座基本跟204一样，是一个传统方格子的 Artico 革座椅。总体来讲，这个氛围确实是能让人觉得值个40-50万的感觉啊。这个 C230当年的价格是46万。可以买2个宝来 1.8T 顶配。咱现在开一圈这203的小奔 C 啊，感受一下。这是个6缸的啊，这跟我和小杨那种4缸车还不一样。它是一个6缸2.5升的机子，204马力，245牛米，开起来能感觉到声音不一样，很雄壮啊。6缸那个排气压力毕竟大嘛，它排气你看一踩油。大家能听到这声吧？就是那271的4缸机出不来这声，还挺雄壮的一个声，而且确实200多匹还是有点马力的。这车0到100 8.9，在当年可算也挺快的车了。开起来既有奔驰车的那个润的舒适的感觉，而且还挺快的。视野其实没有204通透啊，这仪表台还挺高的，我觉得侧面还挺通透的。总体来讲，这203的奔 C 啊，我第一次开，跟我想象的开起来还有点差别。跟 W211的 E 级差别挺大的，就是它比它硬啊，悬架也比它硬，座椅也比它硬，同时它的转向很重，还挺运动的，不像那个211就完全是一个特舒适的这么一车，还挺有个性的一个小车。现在看起来啊，开这么一辆车代步，感觉依然是挺不错的，如果它车况足够好的话。这就是今天我们非常意外的给大家带来的这集 W203代的奔 C。不得不承认，这车还是挺值得一说的，而且好像网上也没什么人拍过这车啊。我觉得作为一个20年前的奔 C， 一个属于高档家庭用车，它还是立住了奔驰的那个标准、那个人设。后来大家对奔驰品牌这么喜欢，其实跟之前这些车都有很大关系。当年咱买不起，咱看着它好，是吧？后边咱买得起了，国产了，咱们都买，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啊。简单说两句这车现在的行情吧。啊，这车保有量不大。啊，国内不是很多，因为都是进口的嘛，当年也贵，大概不同年头的2-3万、3-4万、4-5万不等的这个价格啊，2到5万之间吧。因为204代的奔 C 现在其实很多也就4-5万块钱了，前期的，后期的大概大几万块钱。但是这个车呢，不建议大家买来当交通工具用啊。您要想开奔 C 当交通工具，买204，别买这个。为什么呢？虽然机修件差不多啊 ，W272 发动机都差不多，但是它的外观件、内饰件、电子设备都不一样。配件非常的难买，非常的贵。像这个车现在那边大灯爪都是断的，他也不舍得换啊，因为一个原厂的灯很贵的。这如果是204啊，国产灯几百块钱就搞定这事儿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您是当交通工具，别买这个啊。当然，因为特别喜欢这代车，觉得开出去很有范儿，想收藏一个，那可以考虑。但是一定要买个车况好的，千万别买这么一大烂桃回来修，你能修进好几辆车去。OK， 这集咱们就到此为止啊。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的宝来节目，现在车正在修，一会儿修好了就拍，咱们下期再见。